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的作品若不嫌麻烦，一声告诫你再次出海，被个人网异常好评。近日，肖战的作品如果不是太麻烦，就你的生命通知你吧再次登上热搜，其中2个尤为重要。一是请多多关照你的人生预告片又一次权威发布，去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奠定基础。2是预告片到来后，这个消息同样被个人网审核深刻感知，并且在代言中个人网调查还刻画了你的余生，亲切提示将在日本正式传达。从2023年1月起，最近本土电视节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特征。随着国产电视剧出海的数量不断扩大，种类也越来越丰富，中国电视剧有了出圈的选择，成为国产电视剧走出国门的又一例证。最终个人网络调查同样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，即随着我国社会事业水平的提高，今后公演走出国门将越来越具有典型性，中国电视剧将向四面八方传播。世界确实将我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电影的每一个边缘，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目标，更是无数非凡艺人的历程。同样，网友们在个人网络分析后也纷纷留言支持我们的公演，也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。如果不嫌麻烦，多多指点，去不同国家登陆再一次。坦白说，电视剧要走出国门，取得有效的社会效果是很难的，因为有几个特别要求的因素。一是电视剧主力演员要有真正的海外影响力，2是走出国门。这些作品应该具有吸引力，以使人们可以观看它们。3是社会商品绝对不是一时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真正的社会产品，我们应该利用尝试进入这个世界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不受干扰，将中国文化真实地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显然，对于肖战这个立志闯荡世界的年轻艺人来说，他之前已经遇到了每一种情况，向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传播中国文化。更何况，只要对肖战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，肖战之前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尤其是在他的作品交付之后，不仅会收获大量的中国风采，而且在国外普遍使用。渠道和众多阶段已经呈现和传达了他们。其中，就以关于你的人生，请多指教掀起的社交商品浪潮为例。例如，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新加坡和日本的频道已经展示了他们，并且令人惊讶地出现在非洲、统一王国和美国的舞台上。可以看出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教育其余关于你的生活的惊人海外成就，不仅在全球市场上无处不在。再一次的名气也见证了艺人肖战的非凡海外市场魅力。时至今日，肖战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一张响亮的社会名片，尤其是在合作走向世界的这段时间里，肖战让海外人群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伟大，同时也利用了现实要表明一点，那就是伟大。不论身在何方，都将持续异常惊艳，因为作品可以飞升全球，为世人所珍视，足以说明一切。02，包括杨紫和热巴在内的盛世损盛会，又是今年的另一场惊涛骇浪。第14届辉煌之鹰庆典助学金盛会终于来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它并没有让吃瓜的网友们失望，几乎统治了娱乐圈的紧追不放，又掀起了一股滔天的风暴。突然消失的鸟神，几个月前就火了的艳鸟女神，猜测杨紫有一段时间，赵露思有一段时间，赵今麦有一段时间。在授予荣誉之前，演艺人员普遍受到谴责。颜值打造的粉丝毁掉后，他们绝对不能让自己成为主要的失败者。随后，谁能想到，竟然能从地球的一边蔓延到另一边，最后竟然是孙怡大手笔的出现了。就在大家一头雾水，开始琢磨他有什么作品的时候，分外议论的剧集似乎是婚前播出的老剧，与今年艳鸟女神的称号不符。权威突然报道了这次年度谈话的草稿，最高荣誉！感叹号！孙怡也下楼辟谣，称自己最好参加首场演出，并购买了增高鞋助其穿衣。那么，孙怡的穿衣是原版的金鹰女神吗？网友们议论纷纷。
有一群人表示肯定，但是怕被骂，却不想取消，觉得这么昂贵的着装，现在似乎不再是小事一桩了。另一个拒绝的个人机构认为，这种绿色与前几年的全金装扮相去甚远。与其猜测，不如俯瞰昔日的精英女神要高得多，能给你惊喜。4年前的精英愿景再次被撕毁。按理说，樱桃和迪丽热巴的演艺道路完全不同，不需要什么资产去争夺。然而，让爱丽丝姐姐惊讶的是，竟然变成了今年被撕的最多的她们。尹涛主演的《天下》在今年获得了应有的认可和口碑，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。毕竟，谁还没有为荧幕后的郑娟流泪呢？然而，在樱桃完成采访，一则金鹰奖助樱桃爆红后，热巴却被提及。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樱桃本只要16年就不想参加了。早在4年前，她在凭借《鸡毛飞天》获得提名的同时，还需要获得金鹰世界。谁知她错为热巴的美女李慧珍。于是，网友们就提到了当年金鹰奖是否变水的难处。显然，热巴凭借着近年来众多女主剧中最酷的排名，让热巴的认可度提升了不少，但现在却被实时骂了一顿。热巴爱好者在这里感到委屈，有人投票，主办方评论她名副其实，为什么那里总是苦涩？而另一方面，尹涛的恋人却觉得夺奖是徒劳的。如果他们获得了荣誉，错为了口中的那句话，他们需要得到的东西会不断的往后退吗？不过说起来，有这功夫，卖樱桃自己就高多了。人们通常最喜欢看他的戏剧，而不太了解他的个人。但实际上，他有着扎实的商业创业能力。面对中老年女演员抓22的情况，敢打开话筒，姐妹们什么时候下来的？面对网友对女演员的到来过分关注，她敢于站出来反驳，女演员的吸引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局限在少女心了？现实中的女性在各个年龄层都有光彩，任何年龄的沉淀都是迷人的。成熟女性自身的包容、温柔、智慧、独立和不同沉淀的众多属性也非常迷人。常见场景的金鹰奖，比如今年芒果 TV 的金鹰晚会，本来以为可以选一个新人来和何老师搭档主持，没想到演员王凯最后还是被选中了。再比如，曾经看过很多大场面的马丽，现在因为一个最佳女配角的奖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，我都没有料到她和何老师竟然真的哭了。感情最终变成雷佳音，凭借电视剧《天下》获得最佳男主角奖。原以为最多出圈的会是第2个，他吼着领奖，结果转眼就变成了汤唯的采访。因为那个时候汤唯经常去洗手间，所以才有了猜测。一种变成了孩子出生时没有办法漏尿，另一种变成了肺炎，变成了放入水中并且抗生素过量。雷佳音，他经常上厕所，这对他的国家影响很大。汤唯忍不住哭了。雷佳音，你的表现还挺合适的，我为什么要安慰他？哭完后腰。所以，不管动机是什么，在任何人看来，他的嘲笑都是多余的。即便他这次获奖，他的名声也大跌。我很惊讶他能否在未来改变自己的认知。那么今年金鹰节颁奖晚会的最大灵感是什么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